敢带百妃出宫，私会男子。来人，在，把他们3个都给押下去。是。太后，百妃已逝，请不要惊扰她。什么？百妃已逝？太后，百妃已仙游。就算百妃已死又怎样？你私会男子，竟敢让他过来亵渎百妃的身体！太后，不是这样的，娘娘你误会我了，住嘴！来人，在，把杨勇和春华给押下去。是。把百妃运回宫中。长公，是先在这儿吃点东西，还是回房休息？一会儿再说。哎，我问你，夫人今天还在同心殿陪伴百宸妃吗？回长公，夫人陪着百妃娘娘去新华寺祈福，应该过2天才能回宫。是吗？百妃她现在已经病入膏肓，还能去新华寺祈福？去了多久？回长公5时出发的。来人，备马。是。新华寺香消玉殒了。百妃久病未愈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并未令臣妾十分惊讶。但有一事，皇上您听后千万别太愤恨。百妃之死，朕已经心痛难忍，还有什么事情能够令朕如此愤恨呢？臣妾当时听到消息，说百妃病重以后，邵春华哀求太后想去新华寺为她祈福。臣妾觉得事有蹊跷，向太后说明，太后也觉得很可疑，所以与臣妾一起到新华寺看个究竟。那你们究竟看到什么了？臣妾与太后到了新华寺，看到百妃和杨勇相拥在一起。什么？杨勇也在新华寺？竟然还跟百妃相拥在一起，那是百妃是死是活？百妃当时虽然已死，但却是死在杨勇怀中。死在杨勇怀中，成何体统？臣妾与太后也都觉得极为愤怒，但又不能在宫外审理此事，所以就把他们都带回宫中，听候皇上发落。现在杨勇跟邵春华在哪里？朕要去问个明白。已经押到太后宫中，等候皇上审理此事。
是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臣妾参见太后。好，皇上你来的正好。这个贱婢春华，她竟然把百妃给带到了宫外与杨勇私会，害得百妃死在新华寺中，简直是荒唐，岂有此理！哀家自新华寺回来，一直是头痛欲裂，还是由皇上你来审吧。是，母后。杨勇，自你入宫以来，朕待你一向不薄，但你不辞而别，离开月宫去，甚至还跟百妃暗中有私情。皇上，事情并不像太后和万妃所说的那样，草民与百妃之间并无私情，并无私情。那你为何在新华寺？百妃又怎会死在你的怀里？你最好从实招来。皇上，这件事，皇上，奴婢与百妃娘娘到寺中祈福，刚巧杨月宫也在寺中上香，听到奴婢为百妃娘娘奏乐，听说是宫中乐曲，所以闻声前来。怎料当时已是娘娘弥留之际，奴婢惊慌之余不知所措，大呼惊声。杨月宫想扶起娘娘，没想到娘娘就仙逝了。大胆邵春华，皇上问的是杨勇，为什么你要抢白？皇上，少长月说的都是实情。实情？杨勇，你曾经是宫中乐工，理应知道宫中规矩。百妃乃万金之躯，她是皇上的妃嫔，岂容你随便触碰？你说，你与百妃是否早有私情？是不是邵春华暗中穿针引线，让你们在新华寺相会？贵妃娘娘，绝无此事。绝无此事？哼！本宫与太后亲眼所见，你还想狡辩？回娘娘，事情是这样，草民见到百妃娘娘已是弥留之际，所以才斗胆上前扶了一把，请太后、皇上明察。你当时的样子，依本宫所见，你是痛不欲生，伤心欲绝呀！你根本是与百妃早有私情。皇上，所有罪名，我杨勇可一人承担，但绝对不要毁了百妃的清誉。太后、皇上，这件事情都是奴婢的错，都怪奴婢。当时娘娘弥留之际，奴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百妃娘娘一向温婉自重，绝对不会与任何人有私情。只怪春华惊慌，杨月宫想帮忙，所以千错万错，全是春华的错。若要处罚，就处罚春华一人。不，皇上，此事和少长月无关，所有罪名草民一人承担，请千万不要责怪少长月，也不要毁了百妃的名誉啊！你真懂得避重就轻啊！好了好了，别问了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你们都给哀家听好了，邵春华私会男子已经是死罪，至于杨勇冒犯百妃金躯，也是死有余辜。凌思正，把他们押下去，问清来龙去脉以后再行发落。是，太后。把他们押下去。是。皇上，皇上。皇上是为百妃香消玉殒难过，还是为百妃勾结邵春华去新华寺私会杨勇而气愤呢？爱妃啊，你真的觉得百妃跟杨勇有私情吗？事实摆在眼前，百妃抱病多时，如果不是为了见杨勇，怎么会有兴致长途跋涉到新华寺上香呢？难道皇上真的相信邵春华所说，他们只是刚巧碰上？可是百妃一向温婉守礼，
该不会。皇上别忘了，百妃称病已久，一直拒绝伺候皇上。臣妾失言，令皇上不快，请皇上恕罪。爱妃何罪之有？如百妃真与杨勇有私情，那朕的头上岂不是透尽变色吗？唉，想不到朕身为一国之君，竟会遇到此等事。皇上请息怒，无论其他人如何对待皇上，但臣妾对皇上始终如一，希望皇上莫辜负臣妾一番心意。爱妃怎么对朕，朕当然知道。来，想当年南门落难之时，如果没有爱妃挺身而出，朕早就死于戴宗之手了。皇上还记得童年往事，臣妾就算再为皇上挡千刀万刃，也都值得。皇上既然知道世间还有臣妾对皇上忠贞，就希望皇上别再为百妃的事耿耿于怀了。飞到宫外与杨勇相见，难道你真的不怕死？长公，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？回长公，夫人以百妃病重为由，恳求太后准他们到兴华寺去祈福。万贵妃觉得事有可疑，于是就与太后一同赶到兴华寺查看，结果发现杨勇在场，百妃居然死在杨勇怀中。什么？百妃死在杨勇怀中？没错。难道春华只是为百妃传针引线？长公，皇上和太后刚才已把两人审问了一番，现在把他们分开囚禁，赶紧想办法救夫人吧。你继续盯紧此事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事情闹到这样，万贵妃一定咬死春华不放。我该怎么做，才可以保住春华的性命？下去吧。是。我说了很多遍，你都不听我的。别做危险的事，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你偏偏不听，为什么？这是百妃娘娘最后的心愿，只要能帮她达成遗愿，我死也甘愿。只是不小心连累了杨月宫。你到这个时候还在担心杨勇啊？好，我问你，杨勇跟百妃是不是有私情？没有，他们两个仅仅只是伯牙子期之交，
喜好古色，钟爱音律，知音而已，没有一点点私情，是纯洁清白的。长公，你能否去请求皇上，请他不要降罪于杨月宫？身为宫中的女人，心中有另外一个男人的影子，已经算不上是清白，更何况这个女人是皇上的妃子，所以你现在只能是自保。下次提审时，你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百妃还有杨勇的身上。你就说，那天的事情你完全不知情，是百妃安排的。你向太后请求，是因为你以为只是陪同百妃进寺上香而已，记住了吗？至于杨勇是怎么会在寺中出现的，你完全不知情。记住了，只能这么说，明白吗？我不会陷娘娘和杨月宫于不义。如果说有人要为此获罪，那罪就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只怪我当时没阻止杨月宫扶娘娘一把，这就算是罪吧。你怎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护着这个杨勇？为什么？长公，我没有护着谁。如果太后和皇上一定要杀一个人才可以使后宫安宁，那就请杀春华吧。皇上明察，春华与百妃从小相识，是莫逆之交。这次他向太后请求带百妃出宫，完全是受百妃所托。至于为什么会在寺中见到杨勇，他事先是完全不知情的。皇上，春华在宫中多年，尽朋友之道，也尽主仆之道。如果这样就要判他死罪的话，岂不太过冤枉啊？皇上，请您体谅奴才。奴才无论在宫内宫外都是孑然一身，只有他这个对食相伴。希望皇上可以从轻发落，网开一面，免他死罪。王旨，你起来再说。如果皇上不答应，奴才宁愿长跪不起。难道一句长跪不起，就可以令人起死回生？贵妃娘娘，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爱妃啊，王直正在为邵春华求情。他说邵春华所为是受百妃所托。哦，这么说来，受人所托，做了任何违反宫规、破坏伦常之事，都可以当无罪了吗？王长公，你统领西厂5000名禁卫，不会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吧？娘娘，这次春华所为完全是法理之外，情理之中。希望娘娘网开一面，给他一条生路。奴才求你了。皇旨，邵春华带着百妃在外私会杨勇，无论他们之间有没有暧昧，百妃的确是死在杨勇怀中，就凭这点，他也是罪该万死。你虽身为太监，倘若有朝一日你的那位对食也投入他人怀抱，你又会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替皇上好好想一下？爱妃所言有理，王旨，此事朕不想再提，退下。皇上，皇上，朕说了不想再提，退下。奴才遵命。
本宫真是想不到，汪长公也会有烦恼的一天。参见娘娘。想不到汪直，你身为太监也会动真情。本宫真小觑了你们一群奴才。虽然汪直是阉人，但是阉人也是人，日久生情也是很自然的。汪直，你之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得到本宫称许皇上的信任，原因何在？你可知道？汪直想，可能是皇上还有娘娘做不到的事情，奴才都可以代为办到。你错了，是因为你做事无情无义，不会瞻前顾后。但如今的汪直，有了感情的羁绊，做事也变得不干脆。如果你不想在宫中失去地位，本宫劝你，还是早日挥慧剑，斩去情丝。多谢娘娘指教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你真的带百妃出去跟杨允见面了？那是百妃最后的心愿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不管说什么，我都是罪有应得。但百妃跟杨月宫是清白的，求娘娘去跟皇上说明，保住百妃的清誉，然后把杨月宫放了。那你自己呢？我理应受罚。再怎么说，娘娘是我带出宫的。那日，也只有我一个人在场，我没能及时阻止杨月宫接近百妃。所有的罪责，我一人承担，只求娘娘去禀明皇上，替百妃和杨月宫开脱。开脱？这件事谁也别想开脱。贵妃娘娘，贤妃，春华带着百妃在外私会杨勇，是违反宫规伦常之事。我劝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吧。谢贵妃娘娘忠告，但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如果真有冤情，何必枉送几条人命？唉，贤妃，你慈悲为怀，本宫也甚为欣赏。只不过，无规矩不能成方圆。后宫之内，岂容一个奴婢任意妄为，为主子穿针引线，这样淫乱宫闱？贵妃娘娘，事情还未查清楚，你说这样的话，恐怕会令百妃清誉受损。贤妃，你也觉得这件事需要查证吗？林思政，是，还不立刻审问邵春华？来人，在，把春华押出来。是。邵春华，说，百妃是否与杨勇早有私情？所以就算身患重病，也要到宫外与他相见，而你就替他们穿针引线。回娘娘，事情并非你说的那样。你还要狡辩？好，林思政在。看来不动刑，他是不会找的。动刑？干什么？本宫差点忘了，邵春华是权倾朝野汪长公的好对使。哼，打！给本宫狠狠的打！这笔账就算在本宫头上。打！贵妃说打还不打？打！是。
两位大哥，哟，元芳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昨天啊，我在赌坊大赚了一笔，今天啊，特地买些酒菜来探你们。周龙和方吉已经在外面等着呢。哎，太客气了。那你呢？啊，我已经吃过了，你们赶紧去吃一点。这儿我帮你们看着。那谢谢了啊，哎，没事啊，吃好喝好啊。哎，好。袁大哥，袁大哥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便不该告诉你，让你去兴华寺了。袁大哥，你不要自责，我这条命。反正都是捡回来的，老天爷什么时候要拿去的话，就拿去了，我没怨言。杨勇，能令一个知音人含笑而去，我觉得值得。杨勇，你听着，我明天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岳大哥，你千万别做傻事。就算逃得出天牢，我们也逃不到宫外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你千万别为了我冒这个险。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吗？你别让我的罪孽更深了。如果你要帮我，就帮我劝劝钟伯。啊不，你帮我把他骗回乡下去。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杨勇，我求你了。钟伯，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一路顺风。袁少爷，你说二少爷他会回乡下吗？他当然会了，钟伯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那他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走呢？如果他真想回去的话，你也知道有人在跟踪他，所以他要摆脱，先引开他们嘛。是啊，是这样？当然是这样了。钟伯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在家耐心等候，他迟早会回去的。啊，来上车，钟伯。哎，回去就好啊。哎，袁少爷，你可得替我盯紧了他，让他早点回来。啊，放心吧，钟伯，走吧，一路顺风。贤妃娘娘，我来此给百妃娘娘上炷香。娘娘有心了，几天下来，娘娘是第一个来致祭的。娘娘，百妃去世5天，但迟迟未有公报丧礼之事。我们这些做奴才的，为这件事情都很担心，
怕百妃娘娘死后萧条。夏荷，我知道你们很难受，可是百妃在新华寺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让皇上和太后都甚为震怒。对于丧礼一事，还未有提起。本宫虽然心急，但不便追问啊。娘娘，百妃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希望娘娘为百妃说句公道话。你们放心，本宫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劝说的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贤妃，你也在此。臣妾来此，拜祭百宸妃。可能会做出伤风失德之事。至于新华寺一事，肯定是有误会的。朕也了解百妃为人，只是妇道人家，贞洁是头等大事。皇上你也知道，百妃已香消玉殒，死无对证，她的清誉，只有皇上才能证明。皇上，奴婢等人愿以性命担保，百妃冰清玉洁，对皇上忠贞不二。愿以性命担保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百妃仁慈厚爱，对我等宫人护荫有加。可惜命薄，年纪轻轻便驾鹤西去，没留下一男半女。望皇上怜悯，赐予厚葬，奴婢等人不胜感激。望皇上垂怜，请皇上明察。你们先起来吧。朕依你们所奏。谢皇上。太后，新华寺一事已过数日，不知道太后是否已拿定主意，该如何处置春华和杨勇啊？你不是每天在思政牢房审问邵春华吗？哀家该反过来问你呀。
贵妃啊，最近此事进展如何呀？啊，此事关乎皇上声誉，臣妾谨慎也都是应该的。后宫之事，有哪一宗你不谨慎啊？啊，既然太后这么说，那邵春华和杨勇就交回灵司正和刑部审问。啊，臣妾也乐得清闲。只不过还有一事，希望太后能够及早决定。你催促的究竟是什么事啊？说。啊，就是百妃的丧礼。百妃死去多日，仍没下葬，也该移灵别处。不知太后是否早有决定啊？贵妃有何高见呢？百妃死时与男子相拥，这种不贞不洁的女子，皇上不废去她封号，已属万幸。臣妾认为，草草下葬已经是便宜她了。草草下葬？嗯。皇上，你该听到万贵妃的高见了，并非是哀家指指点点。皇上意下如何呀？臣妾参见皇上。儿臣参见母后。皇上，百妃的葬礼你来决定吧。二姐，传朕旨意，厚葬百珍妃。是。皇上，百妃在外私会男子，还死在别人怀中。百珍妃是朕钦点的，温柔婉顺，直抒手里，朕相信她贞洁无瑕。但是当日在寺中所见，贵妃，百妃已逝，死无对证，我们怎可武断，损及皇上和百妃的声誉？太后当日并非这样说。朕主意已定，不必多说什么。是，皇上。太后，新华寺一事，当时太后甚为震怒，为何如今又让百妃风光大葬？当日寺中情景，哀家当然震怒。可若是草草的安葬百妃，那不等于承认百妃不守妇道吗？这让皇上颜面何存呐？太后英明。况且，哀家也看不惯万贵妃以此毁坏百妃清誉，在皇上那儿邀功的嘴脸。刚才哀家才刻意让皇上躲在屏风后面，让他看看这万妃的真正面目。那杨勇与春华，太后认为该如何处置？杨勇是生是死，哀家不在意。只是这个春华，如果太后相信杨勇和百妃并无非分之为，那春华也该从轻发落。这个春华呀，从贤妃吴恒殿产子，到百妃垂危，往新华寺祈福，这些事他都参与其中。这个丫头真是胆